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花40块钱买了4个大鸡腿，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。首先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，浸泡10分钟，去除血水。再来切点配菜，准备半个洋葱，切成小块，备用。生姜切片，备用。大葱也切片，备用。最后准备1头大蒜切片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鸡腿也泡得差不多啦，泡出了很多血水，再用清水多洗几遍，清洗干净。再取出擀面杖敲打一会儿，这样能使鸡肉更加的松散，同时也更加容易入味。再把它装入大碗中，加1勺盐，1勺芝麻香油。用香油腌出来的鸡肉更加的嫩，同时也增加香味。用手抓2分钟，再腌制10分钟。再来准备一点青红辣椒剪碎，不吃辣的朋友可以跳过辣椒。再加3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1勺盐，搅搅匀备用。我们的鸡腿也已经腌好啦，把它转移到盘子里，然后放入锅中，水烧开之后中火蒸25分钟，再另起一锅，多加点油，把葱姜蒜洋葱加进来翻炒，炒至洋葱变软，蒜片微微变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葱油过滤到料汁里，然后搅拌均匀备用。鸡腿也已经蒸得差不多啦，哇，好香啊，香喷喷的，用筷子能轻松穿透就已经熟啦。然后稍微放凉不烫手的时候，把鸡腿肉撕下来，蒸出来的鸡腿非常的嫩，肉质紧实，比煮出来的好吃。再把我们调好的葱油汁也加进来，看上去就很有食欲，清淡又不油腻。然后搅拌均匀，就可以装盘上桌啦。最后再撒点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鸡腿这样做，肉质鲜嫩，有一点微辣，非常的开胃下饭。鸡腿的热量很低，非常适合正在减肥又想吃肉的朋友，清淡又不油腻，越吃越香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天气太冷的时候，橘子就不要直接吃了。今天我就用橘子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又好吃的做法，比蛋糕还要香甜，比糖果还要好吃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首先准备8个小一点的橘子，去皮，最好是选用砂糖橘，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甜。去皮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2个正经的鸡蛋，加入几滴料酒去腥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慢慢的倒入橘子里面，然后把它们一起倒入料理机里面。再往里面倒入250毫升纯牛奶，然后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键，将它们打成橘子奶昔。打好之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加入4克酵母粉，20克白糖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粉融化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往里面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再加入100克玉米面，50克糯米粉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像这种稍微粘稠一点的面糊状就可以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4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1小把葡萄干装入碗中，再加入1勺淀粉，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葡萄干的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淀粉可以快速的吸附里面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我们要用淀粉才能够把葡萄干清洗干净。多洗几遍，把里面的水洗至清澈就可以。洗干净的葡萄干控干水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
再来准备一把红枣，用同样的方法把红枣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，放到案板上，切成小块，顺便把枣核取出来。先把枣肉切成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经发好啦，把切好的红枣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顺便给面糊排气。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几个小碗，在碗的底部和四周都刷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黏。刷好之后再把面糊慢慢的倒进来，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要倒得太满，倒8分满就可以。然后用勺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再把洗干净的葡萄干撒在表面，最后撒点芝麻，增香又补钙。全部完成之后放到蒸锅里面，这时候先不要开火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体积明显变大，就已经醒好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关火，先不要打开盖子，让它再焖5分钟，防止塌陷。5分钟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浓浓的橘子香味，金黄金黄的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之后，再用勺子在周围缠动一下，这样可以很容易的就脱模了。这个橘子糕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，看一下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它的口感非常的蓬松鲜软，吃起来像蛋糕一样，而且吃多了也不会上火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英。很多人把猪肉买回家只会炒着吃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不用炒也不油炸，放锅里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就变成美食。这做法比烧烤店的烤肉串还要好吃。这是我花了8块钱买了1斤猪瘦肉，这种瘦一点的猪肉吃起来口感更好，不会油腻，吃起来更香，让你吃出牛肉的味道。首先我们来把猪肉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厚度在1厘米左右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改刀切成1厘米左右的粗条，最后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方丁。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也可以切得更大一点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长长的小段。1小块去皮的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。切好之后和猪肉放在一起，在碗里面加入1勺生抽，1小勺老抽上色，1小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1勺麻辣鲜，1小勺高度白酒去腥增香，然后用你的右手把它抓拌均匀，尽量多抓一会儿，让我们的肉丁充分的吸收料汁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入味。抓拌至肉丁上色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和牛肉一样的颜色。然后再加入半个鸡蛋清，1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继续抓拌均匀。鸡蛋清和淀粉可以使肉丁的口感更加的滑嫩，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吃。抓拌至肉丁完全吸收鸡蛋清，然后放一旁腌制半个小时左右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的肉丁就腌好啦。再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。接下来把肉丁一块一块的摆到蒸屉里面，
中间要留有缝隙，这样受热更加均匀，并且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摆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2勺辣椒粉、2勺炒熟的芝麻、1小勺胡椒粉、1小勺花椒粉、1勺孜然粉、一点点十三香，然后用筷子给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猪肉也已经蒸好啦，哇，好香啊！现在这味道就已经很香了。这时候的肉已经蒸熟啦，也可以直接吃了。这样蒸出来的肉没有经过高温煎炸，口感非常的嫩。然后我们把它一块一块夹出来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准备好的香料倒进来，转小火翻炒均匀，把调料的香味炒出来。这里一定要用小火翻炒，如果火大了容易炒糊了，就闻不到香料的香味了。翻炒1分钟左右，再把蒸好的肉丁倒进来，然后继续保持小火翻炒均匀，让每一块肉丁都裹满香料。把肉丁炒得干一点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炒至香料都裹在肉丁上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再准备一些生菜铺在盘底，把炒好的肉丁放在生菜上面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丁外焦里嫩，超级的好吃。因为是蒸熟的，里面非常的鲜嫩，吃上一块满嘴留香，可以当小零食，也可以下酒或者是下饭，都非常的不错。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炸小酥肉相信很多朋友都爱吃，但是有很多人都做不好，不是回软就是不酥脆。今天就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你，炸出来的小酥肉又酥又脆，而且凉了也不会回软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前甲梅花肉，梅花肉的口感比较嫩，喜欢吃肥一点的也可以用五花肉。把肉清洗干净之后，先分割成小块，然后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厚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改刀切成粗条，粗细和大拇指差不多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入一下底味，1小勺胡椒粉，1勺料酒去腥，1小把花椒粒，适量的葱段和姜丝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。抓拌均匀之后，放一旁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2勺红薯淀粉，再加入1大勺玉米淀粉，也可以用土豆淀粉，再加入1勺普通面粉，再加1小勺盐，再打入2个正经的鸡蛋黄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黄搅散，搅拌均匀。用鸡蛋黄炸出来的酥肉会比较酥软，也比较香。如果加鸡蛋清炸出来的酥肉可能会比较硬一点，而且口感就没那么好了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啤酒。酥肉要想凉了不回软，这里就不能加水，用啤酒来代替水，这样炸出来的酥肉更加的酥脆，即使凉了也是高焖脆。加啤酒的时候一次不要加的太多，像这样少量多次的添加，才能够更好的掌握它的稀稠度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酸奶状，用筷子把面糊挑起来，能滴落成一道直线就可以啦。这样的面糊能很好的裹在肉上面，不会脱落。最后在碗里面加入1勺食用油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油和面糊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加入食用油能使炸出来的酥肉更加的蓬松酥脆。
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肉也已经腌好啦，把里面的葱姜夹出来不要，然后把我们调好的面糊慢慢的倒进来，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肉条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不要直接下锅炸，让它放一旁发酵半小时左右，这样炸出来的酥肉才会更加的蓬松酥脆。然后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下筷子冒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。这个时候要转小火，或者是把火关掉，然后把裹好粉的肉条慢慢的下入锅中。下锅的时候要分散着下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下入锅之后，先不要动它，让它炸30秒左右，炸至定型。然后再用肉勺轻轻的翻动，把粘连在一起的肉条给它分开。就这样保持中火炸6到7分钟左右。炸的过程中要用肉勺翻动翻动，让它受热均匀，这样炸出来的酥肉颜色才会一致。6分钟之后，炸至酥肉全部都飘上来，并且颜色金黄金黄的。然后先把它控油捞出来，然后把锅中的油温再升高一点，再复炸一遍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。然后再准备一个肉勺，把里面的残渣打捞出来，这样我们的油就不会弄脏，也不会炸糊。把油温升高至7成热，再把炸好的酥肉放入锅中，复炸15秒左右。15秒之后，我们的酥肉就炸好啦。看一下，金黄金黄的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然后用肉勺把它捞出来，控一下油，这样炸出来的酥肉真的是外酥里嫩，吃起来越嚼越香，好吃的停不下来。无论是下酒还是当小零食，都非常的香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办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入冬后要多吃点红薯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薯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油条好吃，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红薯，削掉外皮，去皮之后再改刀切成薄薄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熟，大概2毫米左右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然后把它放到蒸锅里面蒸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像这样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搓烂就可以。蒸熟的红薯稍微放凉，然后把它倒入大碗里面，再用勺子把红薯捣碎，把它捣成红薯泥，像这样看起来非常细腻的状态就可以。接下来往红薯泥里面加入3克酵母粉，1小勺白糖10克左右，再往里面打入2个正经的鸡蛋，再倒入250毫升温水，水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，红薯的温度也不能超过40度，如果温度太高的话，酵母就会失去作用。用筷子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粉完全融化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加入面粉，面粉不能一次性加入太多，那样的话会成坨，所以要少量多次的加进来。这里我分3次，一共加入了400克普通面粉，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比例来加入，记不住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起来哦。搅拌至完全看不到干面粉，像这种粘稠的状态就可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3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把红枣放入小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面粉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红枣清洗一下，因为红枣的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面粉可以快速的吸附掉里面的脏东西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我们把它捞出来，再倒入清水多清洗几遍。洗干净的红枣把它放在案板上，
然后用刀把每个红枣切成2半，把红枣的枣核去掉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面糊也已经发酵好啦，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排排气，搅拌至没有大的气孔就可以。然后再来准备3个吃饭的小碗，碗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碗的底部和侧面都要刷均匀。全部刷好之后，把面糊慢慢倒进来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倒得太满，倒7、8分满就可以。全部倒进来之后，用勺子把面糊的表面整理平整。最后，我们把切好的红枣像这样摆放在面糊上面。全部摆好之后，把它放到蒸锅里面。这时候先不要开火，盖上盖子，再次醒发1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的面糊就醒发好啦，体积明显变大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，水开之后蒸25分钟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冷水上锅，水在加热的时候也是面糊再次发酵的一个过程。现在时间到啦，我们关火，先不要打开盖子，否则面糊就会塌陷回缩，让它继续焖5分钟。好啦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，金黄金黄的，一股淡淡的红枣和红薯的清香。我们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，然后在碗的四周轻轻地按几下，再用勺子在周围轻轻地缠动一下，这样就能够轻松地脱模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回弹特别的好，一点也没有回缩，蓬松暄软，真的是比面包还要好吃，连挑食的孩子都特别的爱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